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28号星期六，我在函馆了。明天是函馆马拉松，看看到了哪儿。飘着饭香味儿，是不是来玩过的小伙伴都来过？看，函馆招市，现在6点多一点点。今天起晚了。当然也都有游客了，来吃早饭的。哦，看这家寿司也开到这儿了，可能是新店开业。看看价钱，海鲜饭1500、1600啊，套餐烤鱼套餐1600。今天早上出来轻松跑了一下，这比赛前一天基本上就是轻松跑一跑，然后如果路面条件好，你就结束前冲2个200米、300米足够了。如果路面条件不好，或者你到了一个特陌生的城市，那就不要冲那么多，就在可见范围内，比方你稍微加速，找那个速度感。哎，你们看前面那个小的高架，好像明天的赛道就有一部分是这儿，30公里之后，好像是沿着这个高架跑到左前方，再折返回来。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不知道怎么了。哦，这个酒店看着也好高级，就是可能昨天路上不小心腿抻了一下，右腿大腿不舒服，我看看我要怎么走啊。哎，前面这特别逗，哎，伊卡广场，我不知道那伊卡是不是那伊卡，就是那个章鱼，就这个，可能是这儿章鱼很有名。那明天应该是跑在这上边。啊，海边的风好大。哎，看。6月29号的上午10点半到14点50，这个地方就不让走了。现在跑2步，感觉好起来了。刚开始的时候觉得，然后右腿从大腿根前面开始，一直到大腿前侧这条肌肉，好像就跟不小心抻了一下似的。这几天就这1、2周，就感觉整个的可能是出了赛季了，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夏天了，就感觉这人整个的不是太在状态。但是明天我还是想适当的拼一拼，因为这个比赛整体的水平没有那么高。他们都说我可能能拿奖，所以明天打算就按照无锡那么跑吧。就不是最全力以赴，但是是一场认真的比赛。你看前面那个山顶就是函馆山，我看看对不对啊？我的方向感，看看啊，是的，前面那个山顶就是100万美元夜景的地方，就是去年的柯南剧场版。这边现在18摄氏度，但是跟大阪比湿度低不少，就体感的湿度低不少。我不知道实际的是多少，看看啊，湿度86%，那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体感还可以。我看这儿是大的水产装卸和贩卖的地方。哎，我们不知不觉到了这一片。就这种红砖样的房子，就是那个小丑汉堡就在这儿，但上次来没吃。这儿也是那个路线，不能明天要走这个小桥吧？这好陡啊！哦，还真的有可能哎，看，这应该都是来跑函馆马拉松的。
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拍个照，好心情啊！广角打开，看函馆山能看见那个缆车的线了，缆车是从那边这样上去。不知道现在换没换主题的音乐？去年是那个柯南剧场版的那个歌，但是只有前几十秒，就缆车一启动的时候。我看这一片建筑的早晨没有人哎，到陌生的地方比赛和在家门口比赛是很不一样的。家门口比赛为了个成绩，然后你就各种的小心注意，但是到陌生的地方比赛的话，更多的是玩一玩。你看平常你要是大阪马拉松或者是北京马拉松，我肯定不是这个状态。这就是这个小丑汉堡，但是其实它是个怎么说呢？它是个日式汉堡，就是你如果爱吃那种美式那种，就大肉饼，然后怎么说，就是牛肉，各种酱，可能这个不一定真的爱吃，所以我们去年没吃也是这个原因。你看热烈欢迎亚洲朋友，看这是去年的，哎，是去年，对，去年柯南剧场版的海报，我们都已经有点褪色了。看，汉巴嘎爱好会金赏受赏，全年不休息，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10点，就这些，有点意思啊。然后就是他，我们跟他合个影，还行吗？哦，看这家星巴克还没开门。然后这个小丑汉堡这儿还有一个店啊，他们这儿就函馆这儿我发现是这样的，至少就包括晚上的餐厅也是。上次来的时候去了一家店，然后那家店满员了，然后他就请店员说我们还有一家店带你去吧，很近，然后就带着我们去，其实都不是同一个名字，就可能是同一个老板，然后就带了我们去了另外一家。哇，海，这是内海，看这是谁？风特别大，这个叫同志社创立者。行，回了，现在跑了1.6公里，回去正好3公里，一会儿回去看看路面条件好就冲2步。哎，这人就是很神奇，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特累，可能昨天舟车劳顿了，再加上刚才跟大家说确实腿疼，就突然的，但是现在没事了，不错，加个速吧。还可以，明天就按照去年的成绩排名。明天我如果按照4分的配速前进，能顺下来的话，就很有机会拿名次，年龄组的名次。但是这个气候和这次的准备状态，我认为4分会有点难。我自己的判断可能是4分06。哇，这儿上去也是。去年我们来这儿集那个柯南的章，这一片都走过一遍。我觉得4分06可能，我觉得有机会，就是相对稳妥，但是也要看气温，明天上午9点起跑，大概应该是和无锡差不多的温度，22摄氏度左右。但是这儿要比无锡的起伏多很多，有好多爬升。大元先生跟我说，
前半程一定要慢，因为第一是前半程有比较大的爬升，第二是后边还有2个就是折返的爬升，如果你前面太快的话，后边就顶不住了。看这个730米就到缆车处了，那缆车我还是挺推荐的，好安静啊！周末的函馆，到北海道就是另一个日本，在好多地方的地名啊什么的都感觉都不一样了，然后风格、习惯，甚至空气里的味道都不一样，真心话。所以我从大河原先生那儿才知道，可能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？因为他跟我说有一次去比赛，我说去哪儿？他说去东北。我说去北海道吗？他说不对，东北。就是他们指那个东北是不包含北海道的东北。好些东西就是在一个地方，可能要1年以上2年才能慢慢的知道一点点，然后到3年5年，你可能就知道的多一些。有时候一个人特安静跑在这种街道的时候，就会瞎想，就会觉得人生好奇妙啊！今天出现在这儿，明天出现在那儿，后天有可能出现在这儿。但是这边因为比赛，酒店也涨价，我们住了去年同一家酒店，去年那家酒店2个人1晚含早餐，好像打几百块，将近1000块吧，今年要1500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这种体验是钱买不来的，钱还能再挣，钱肯定是可以再挣的。如果不可以再挣，现在这1500就不打紧。看这家叫洋洋亭成吉思汗烤肉羊肉，哎，这可以哎，这边全都是羊肉了，但是他们就算这儿吃羊肉，它叫成吉思汗羊肉，也是那种就什么味儿都没有的那种羊肉，小羊。像你看北京人是什么呢？就是那话怎么说来着？反正羊肉得吃膻的，就越膻越好吃，就对我来说。对，然后里子呢得吃酸的，越酸越好吃。嘿，小伙伴们，绕着函馆跑了1小圈，但是走走停停，相机没电了。看，清晨的热咖啡，已经在酒店的早餐了，特别推这家酒店。想知道是哪家酒店的话，大家可以关注这周日下午的会员节目，看看酒店的早餐特别带劲。这还不是全部的也是会员节目吧？大家吃吃早饭，聊聊天。这一期想跟大家谈谈，其实还没有完全想好，可能和马拉松参赛的心态有关吧，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生活中的心态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愉快的函馆的旅行开始了。明天参完赛，然后可能去札幌去转一转，最后清晨的热咖啡。看自动收盘子的机器人从我后边走过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